你还笑？你是真的在藐视我楚氏天族不成？汉鹏大人，我请求您立即严惩此人，将他驱逐出我楚氏天族，让他受刑罚之苦。楚浩言的爷爷说道。在此之后，那些跪在地上的长老们也是同时请愿，让楚汉鹏严惩楚悠远。好，来吧，用我足足归惩罚于老夫。老夫今日倒是要看看谁敢惩罚于我。楚悠远忽然大袖一挥，竟负手立站在那里，藐视我族，当真该死！今日我就替楚氏天族，除了你这个祸害，我们联手除掉这个大逆不道的叛族罪人。就在此刻，楚之渊与楚浩言的爷爷竟然纷纷拔空而起，手握兵刃向楚悠远飞掠而去。在楚汉鹏迟迟不肯出手的情况下，他们两个竟然主动出手了。对于这一幕，楚汉鹏倒也没有阻拦。楚悠远着实有些过分，他所做的一切已然引起众怒。楚汉鹏迟迟没有动手，完全是看在族长大人的面子上，因为楚悠远可一直都是族长大人的心腹。但是在楚之渊与楚浩言的爷爷出手之后，楚汉鹏却也没有阻拦。眼下他不亲自出手收拾楚悠远已是不错，就更别说阻拦的两位了。他若是阻拦，将真的引起众怒，怕是楚氏天族的许多人都会不服。而就在眨眼之间，两位太上长老已经来到了楚悠远的近前，那两把兵刃更是对着楚悠远的命门刺了过去。对于这一幕，那老妇人倒也没有出手阻拦，因为她根本就不认识楚悠远。尽管同时想为楚风出头，可是以老妇人的性格，却根本不会救楚悠远。但最令人不解的是，面对两位太上长老的进攻，楚悠远竟然负手立站在原地动都不动，大有一副任由对方刺来的架势。说时迟，那时快，那两把兵刃已经来到了楚悠远的命门之前，眼看着就要刺了进去。而只要刺进去，凭借那两位太上长老的实力，楚悠远可是必死无疑的。可就在这时，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那两位太上长老的兵刃竟在楚悠远的衣服前停了下来，就仿佛被束缚了一般，难进寸步。这一刻，两位太上长老面面相窥，一脸的不解。不仅是他不解，就连楚汉鹏、楚宣正法也是一脸的不解。而在下一刻，一股磅礴的气息自楚悠远的体内释放而出。这一刻，真相大白，所有人都知道为何两位太上长老身为二品尊者，却无法伤到楚悠远了。此时此刻，楚悠远所释放的气息乃是五品尊者，哪怕是楚汉鹏，也是远不如他。五品尊者，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不是楚悠远，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两位太上长老大声质问道。他们在感受到楚悠远的修为之后，便确定眼前的人并非是楚悠远本人，而是另有他人。因为楚悠远不可能具备如此强大的修为。想知道老夫是谁？也好，老夫满足你们。楚悠远淡淡一笑，随后在他的笑容之下，他的面容竟然开始变化。很快的，楚悠远的面容便彻底变换，变化为了另外一个老者。天哪，那是！而看到此刻楚风、楚悠远之后，楚之渊的爷爷、楚浩言的爷爷、楚汉鹏、楚宣正法，包括老妇人以及楚氏天族的所有人，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大人物，都是神色一致，目瞪口呆。尤其是楚之渊与楚浩言的爷爷，这两位太上长老竟是满面惊恐，那个样子就像是看到了死神一般，当真是被吓坏了。楚风还是第一次在这两位的脸上看到如此恐惧的面容。前辈，是你？可是当楚风看清此刻的楚悠远之后，楚风却也是神色一动，因为这个老人楚风曾经见过。当初楚风前往虚空神树寻找王强的时候，曾遇到一个与楚风一同赶路的老者。遇到那个老者之后，楚风莫名其妙的便进入了一个幻境，在那幻境之中，楚风更是突破了修为。只是当时对于这位老者，楚风并没有太多的在意，甚至遇到那幻境，楚风也没有觉得与这位老者有什么关系。可是直到此刻，楚风才意识到，这位老者根本不像楚风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位老者此时所散发的修为可是五品尊者呀！拜见族长大人。而就在这时，楚氏天族在场的所有人竟然齐声高喊。楚风扫视观望，惊愕地发现，楚氏天族的所有人，包括楚汉鹏在内，竟然全部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向一人施以大礼。而他们所对着的人，正是站在楚风身旁的老者。什么？他是楚氏天族的族长？这一刻，楚风恍然大悟，他终于知道为何这位老者露出本来面容之后，楚浩言与楚之渊的爷爷会如此恐慌，宛如大难临头了一般。楚风更是知道为何楚悠远来到此处后会如此的自信满满，宛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般。楚风更是知道了为何来此之前，楚悠远敢如此豪气地说他一定会保楚风安宁，并且一定还楚风一个公道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楚悠远，他乃是楚氏天族的最强者，楚氏天族的领导者，大千上界的主宰者，楚氏天族的族长大人。楚氏天族的所有人都被惊到了，尤其是那些先前口口声声要严惩楚悠远的长老们，此刻更是吓得瑟瑟发抖，冷汗连连。而如他们都这般，那么楚之渊与楚浩言的爷爷自然就更加的慌张了，因为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人不是楚悠远，而是他们的族长大人。先前我说老夫所见便是真凭实据，有人觉得可笑，现在我再说一遍，老夫所见便是真凭实据，可有人提出异议？楚氏天族的这位族长高声问道。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低头不语。他是楚氏天族的族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敢提出异议？见无人反驳，楚氏天族的这位族长才淡淡一笑，随后道：都起来吧。说话的同时，他便大袖一挥，顿时柔和之力四散开来，将所有跪在地上的人都搀扶起来。但是紧接着，他的袖袍又是一挥，凭借威压，将楚之渊与楚浩言的爷爷以及楚若诗和楚之渊压迫的跪在了地上。且道：你们还是要继续跪着？族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刻
楚汉鹏一脸的茫然，可是这位族长大人却并未立刻回答，而是看向楚风，笑道：“楚风，其实我不是楚悠远，真正的楚悠远在楚世仙境内代替我闭关呢。这么说来，前辈您是故意伪装成楚悠远的？”楚风恍然大悟：“是啊，我若不伪装成他人，又怎么会让他们露出真正的肮脏嘴脸？”楚悠远说此话的时候，分别看向了楚之渊与楚浩言的爷爷，以及楚若诗一眼。听得此话，楚若诗顿时面如死灰。直到此刻，他才知道一切的缘由。搞了半天，当日在阴阳之门遇到的楚悠远，并非是真正的楚悠远，而是楚氏天族的族长假扮的。这位族长大人为了把戏做真，甚至故意被打伤，然后带着楚风跳入那火湖之中。这一下，他们彻底傻眼了。果然，就如这位族长大人所说，他所见便是真凭实据。那当然是真凭实据，他可是楚氏天族的族长，大千上界的主宰者，是这整个世界的王。族长大人，我知错了，我知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猛然间，楚浩言的爷爷，这位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竟然老泪纵横的开始磕头求饶。他不求饶也不行，既然一切都被族长大人所见，他根本没有辩驳的机会了，唯有求饶，还有一线生机。哼，你知错了，你知错了。可我楚氏天族那2名被你们毒害的小辈能活过来吗？若是当日进入阴阳之门救楚风的不是老夫，而真的是悠远的话，那么当日死在你们手中的就不仅仅是那2个小辈，还有悠远和楚风。楚氏天族的这位族长的愤怒的呵斥起来，其声音震动的天地颤动，其怒意在场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一人做事一人当，这都是我的主意。族长大人，请您放过志渊，放过志渊啊！忽然，楚志渊的爷爷竟也磕头求饶起来。只不过相比于楚浩言的爷爷，楚志渊的爷爷并没有为自己求情，而是为自己的孙子楚志渊求情。不必废话了，你们所作所为必将受到严惩。只是这件事不是老夫说的算，而是由楚风说的算。楚氏天族的族长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一惊。楚氏天族的族长，就算说杀了那里那位太上长老，也没人会有异议，因为他就是楚氏天族的主宰者。按照族规，他具备惩治所有人的权利。可是楚风他只是一个小辈，他何德何能来处置2位太上长老？老夫之意，谁敢不服？似是知道众人心中不爽，这位族长大人竟忽然怒喝一声。他这一声怒喝之下，莫说那些心有不服者，就算没有不服者，也都是吓得身体一颤。楚氏天族的族人，除了楚汉鹏之外，竟再度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族长大人，恕老夫直言，他们2人所犯之罪，理当处斩。可是念在他们曾为我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份上，还请饶他们一命。楚汉鹏开口了，他竟然再为那2位求饶。汉鹏啊，我说过，他们如何，老夫不会定。这件事交给楚风来定。楚风叫他们生，他们今日便生；楚风叫他们死，楚风今日便叫他们死。这便是老夫答应过楚风的，还给他的公道。楚氏天族的族长话到此处，看向了楚风。这一刻，楚风的心中也是复杂至极。他与楚悠远相处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楚风对楚悠远的印象非常之好。可能因为相处时间比较久的原因，楚风是真的对这位前辈有了感情的。而现在楚风才知道，搞了半天与他相处的并不是楚悠远，而是楚氏天族的族长。想当年，不正是楚氏天族的族长将他与他的父亲驱逐出了楚氏天族？不正是楚氏天族的族长在他与他父亲的额头上烙下了那个废字？不正是楚氏天族的族长将他与他父亲关押到了那个楚氏天族的境地？楚氏天族族长本该是楚风最憎恨的人，甚至是楚风曾想杀死的人。可是现在，楚风却无论如何也对这位楚氏天族的族长恨不起来了。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相处，他发现楚氏天族的族长实际上是一个和蔼可亲且公平公正的前辈。甚至早在楚风回到楚氏天族之前，这位楚氏天族的族长就曾暗中帮助过楚风，让楚风提升了1品修为。没错，当初那个幻境，楚风本以为是巧合，可是现在楚风可以确定，那个幻境应该是这位楚氏天族的族长所造。楚风，我知道你很委屈，你蒙受冤屈，老夫也有罪责，要罚就连老夫一起罚吧。不过还请你饶恕他们2人一命。此刻，楚汉鹏竟对楚风抱拳，施以大礼。对于楚汉鹏此举，楚风则是摆了摆手道：“前辈，此事先放一放。”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神色一动，目露惊讶与不解。事到如今，已经真相大白，楚风根本未曾害过楚氏天族的族人，相反，楚风乃是受害者，而害楚风的正是楚志渊、楚若诗以及楚氏天族的2位太上长老。按照人们对楚风的了解，身受如此冤屈，如今可以惩治罪人，理当立刻将他们判下死刑，先杀而后快才对。怎么楚风既然说先放一放，并没有立刻追究？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开口说道：“我知道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何不立刻惩罚他们，其实很简单，因为惩罚他们并不是我眼下最想做的事，不是最想做的事。”楚风此话一出，众人则更加不解了。眼下我最想做的事不是族内争斗，而是对抗外敌。话罢，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黎氏天族的战车。而这一刻，众人恍然大悟，搞了半天楚风是想接受黎氏天族的挑战。得知楚风意图，人们的目光再度变化，眼中涌现出了敬佩之色。先不说楚风准备如何惩治2位太上长老和楚若诗与楚志渊，单说楚风这将个人恩怨放在身后，以大局为重，以家族为重的气度，便令人心生敬佩。这才是楚氏天族真正的男儿。黎氏天族的小辈一直都以看戏的姿态看待着先前发生的一切，本来他们以为后面还有重头戏可以看，可是他们都没想到，这楚风身为此件事的受害者，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向那些害他的同族之人进行报复，反而话锋一转，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他们这群
真正的围观者。楚风，楚轩辕之子，我黎岩倒是想领教一下你到底有何本事。就在此刻，那黎岩身形一纵，来到了决斗台上。当黎岩落下的那一刻，他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五品天仙的气息覆盖了在场的每一寸空间，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到黎岩的实力竟是五品天仙，好强！感受到黎岩的实力后，许多人都是目露惊叹，尤其是大千上界的小辈们，一个个的更是惭愧不已。眼下这可是天骄大会，当今大千上界最优秀的小辈几乎全都到场了，可是他们的修为基本都停留在真仙境，并且大部分连真仙巅峰都没有达到。那楚之渊只是一品天仙，就横扫所有大千上界的小辈，就可以看出大千上界小辈的整体水平。可是再看黎氏天族的小辈，随便站出来一个女子都是一品天仙，并且战斗技巧非常熟练。从他能够击败获得天骄大会第1名的楚之渊就看得出来他的强大。随后站出来的黎佑斌乃是3品天仙，而此刻站出来的黎岩就更厉害了，竟是5品天仙。这还真就应了黎氏天族那名女子的话，在场的黎氏天族小辈他最弱，其他人都比他要强。如此厉害的黎岩，楚风该怎么应对？尽管楚风那妖孽级天赋的威名早就在大千上界传开，可是楚风当初的修为也只是6品真仙而已。就算在楚风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楚风的修为有所长进，可又能长进到何种地步？真的能够与黎氏天族这位5品天仙的天才抗衡？对此人们都充满了怀疑，但人们却并未多说什么，而是用担忧的目光凝视着楚风。而看到楚风，人们则更加糊涂了，因为楚风竟然没有一丝慌张。他们不明白楚风到底是不知死活，还是真的有所异常。5品天仙是你的真实修为？就在众人凝望之下，楚风终于开口了。正是，黎岩说道。那敢问来此的黎氏天族小辈之中，你可是最强的？楚风问道。你此话是为何意？黎岩眉头微微皱起，他听出了楚风话中的不善。若你便是今日来此最强的，我便与你交手，免得让你们白跑一趟。但你若不是今日来此最强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直接换最强的来，免得浪费你我时间，还让你丢人。楚风说道。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楚风这番话简直是太过狂妄，这完全就是不将对方放在眼中啊！可对方并非寻常之辈，而是5品天仙啊！你的意思是，我黎岩绝对不是你的对手，对吗？黎岩淡淡一笑，说道：我知道你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但是楚风，我黎岩也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平庸。我所掌握的手段，也许会让你大跌眼镜。我也不妨实话告诉你，今日我黎氏天族来此的同辈之中，我黎岩的确不是最强的。黎岩此话一落，人们皆是神色一动，随后下意识的便将目光投向了那辆黎氏天族的战车。他们看不透那辆战车，可是听黎岩的话，那战车之内一定还有更强的存在，比黎岩还厉害的同辈，该不会是那一位吧？那一位是哪一位？还能是哪一位？自然是黎氏天族的最强小辈，同时也是整个祖武星域内最强的10个小辈之一，有祖武10星之称的黎岸之。黎岸之那样的天才，真的会来吗？黎岩此话一出，顿时激起千层浪，许多老一辈的人物看向那黎氏天族的战车之时，眼中都涌现出了渴望之色。若真能够见到黎岸之的风采，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幸。祖武10星意义非凡，凡是能在年轻时获得这个称号者，日后皆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可是只是你4品天仙的修为，想要与他交手，资格还远远不够。就在此刻，黎岩再度说道。而在说此话的时候，向来彰显儒雅之气的黎岩，在看向楚风的目光中，也是涌现出了轻蔑之色。4品天仙，这是楚风的修为吗？楚风现在已是4品天仙，莫非这是真的不成？然而黎岩这讥讽楚风的话说出后，却再度让人们心中一惊，尤其是楚若诗、楚志渊、楚浩言、楚环宇、宋云飞等人，更是脸色大变。4品天仙这样的实力差距，未免也太大了一些吧？楚风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将修为提升到4品天仙的地步？尽管黎氏天族的小辈明确的说过，楚风曾在上界之门内击败过他们，可是若说楚风真的具有4品天仙的实力，仍有不少人表示怀疑的态度。我楚风具不具备资格，不是你说的算的。楚风说道。那是谁说的算？黎岩问道。是我自己说的算。话到此处，楚风忽然身形一纵，快速的向黎岩飞掠而去。而当楚风动的那一刻，他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4品天仙，当真是4品天仙？感受到楚风的气息，许多人都目露惊讶之色，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过惊人了。楚风在消失之前还是6品真仙，现如今却是4品天仙，如此短的时间内修为增长了这么多，他们实在是做不到不惊讶。可是相比于大千上界的众人，那黎岩的嘴角则是掀起了一抹冷笑。他站在原地，连动都没动，就那样等着楚风攻来，且还是一脸的有恃无恐、自信满满的模样。因为他坚信楚风只要修为不如自己，就算楚风掌握在逆天的手段，也不可能胜得过自己。身为黎氏天族当今第2天才，他有着这个自信。而就在眨眼之间，众人还在惊叹之际，楚风已然来到了黎岩的身前。就在此刻，黎岩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到连雷文都不释放。楚风，你已经败了。黎岩这句话是在嘲讽楚风的轻敌。而在此话说完之后，黎岩便释放出了自己的威压。在修为超过楚风足1品境界的情况下，黎岩根本无需动手，只是威压就足以将近在咫尺的楚风压迫的趴在地上。可就在黎岩释放威压的那一刻，黎岩却感觉沉重的力量忽然从天而降，压迫在他的身上。随后他便扑通一声趴在了台上，而几乎在他趴下的同时，楚风也站在了他的身前。请问现在我有资格了吗？楚风笑眯眯地对黎岩问道。而此刻在场的众人之中，除了星辰圣僧以及楚氏天族族长等少数之外，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一辈，
皆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尤其是那趴在地上的黎岩，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因为此刻楚风所释放的气息，并非4品天仙，而是6品天仙。6品天仙，楚风的修为竟然是6品天仙！我没感受错吧？我没感受错吧？没错，没有错，的确是6品天仙。他的确踏入了6品天仙。可是不是说他在消失之前只是6品真仙，怎么现在就变成了6品天仙？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升了这么多境界，这也太难以置信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一时之间，惊叹之音响彻开来，而听得众人的惊呼之后，就连离世天族的小辈也是满眼的吃惊。如此短的时间内，从6品真仙提升到6品天仙，这样的速度的确是太可怕了一些。莫说楚世天族的小辈，如楚风这样的人物，怕是当今的整个祖武星域都找不出几个。混账！你居然隐藏修为，简直卑鄙无耻！猛然间，一声愤怒的咒骂响起，是黎岩。黎岩此刻的脸都快气青了。尽管他也因楚风的真实修为而惊讶，可是他却因楚风先前隐藏修为而愤怒。若是楚风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自己真正的实力，那黎岩不可能如此轻敌，也就不可能败得如此难看，所以他才不甘。卑鄙！楚风冷然一笑，随后说道：“兵不厌诈这个道理你都不懂，莫非你们离世天族的小辈是在温室长大的不成？”听得此话，黎岩则更加生气了。可是他又无言以对。两兵交战，兵不厌诈的道理他当然懂，并且楚风这话也的确没有任何问题。要怪就只能怪他大意，而不能怪楚风卑鄙。好一句兵不厌诈，那今日就让我来见识一下兵不厌诈的你到底有几斤几两。忽然间，离世天族的战车内忽然传来一道声音。当那道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身影也是自离世天族的战车内浮现。这是一名青年男子，长得非常的英俊，可是他的面容却非常的冰冷，是那种宛如冰山一般脸庞，让人看到他便知道此人很难接近。可是当此人出现之后，在场的不少大人物却是目光一动。离岸之，离世天族的最强小辈，我祖武星域的10星之一，竟然真的来了！有认得离岸之的大人物发出惊叹之音。离岸之，他就是离岸之。而听得那大人物的话后，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在瞬间沸腾了。尽管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见离岸之，可是当得知他是谁之后，那些人看他的目光却都变了。尤其是小一辈看向离岸之的目光之中，竟然充满了敬佩与崇拜，女子们更是充满了爱慕之意。不因别的，只因他不是寻常的小辈，而是当今祖武星域最强的10个小辈之一离岸之。离岸之走出战车之后，并没有直接落入决斗台，而是站在战车之上，对着主台之上的星辰圣僧抱拳道：“晚辈离岸之拜见前辈。”星辰圣僧不愧是被誉为祖武星域第2的界灵师，的确是身份超然，哪怕离岸之这种目空一切的人，也要主动对其施礼，不敢得罪前辈。因我族长辈交代，晚辈起初本不该露面，所以此刻才出来与您打招呼，还望您见谅。抱拳之后，离岸之又对星辰圣僧鞠了一躬：“无妨，我只是一个看客，你们正事要紧。”星辰圣僧笑着摆了摆手，他的意思很是明了，他是想让离岸之尽快与楚风对决，因为就连他也很期待离岸之与楚风的交锋。晚辈明白。离岸之再度抱拳，随后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你的父亲、爷爷实力都很强，他们乃是我辈敬佩之前辈，只是不知道你身为他们的后代，到底有几斤几两？”离岸之对楚风说道：“我有几斤几两，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楚风淡然一笑，那笑容之中可谓充满了自信。今日既然来了，我自然要试一试，只是我若试了，怕你会扛不住。离岸之话到此处，忽然目光一动，下一刻他的气息便释放而出。感受到离岸之的气息之后，人们都是神色一动，因为离岸之的气息乃是7品天仙，比此刻的楚风还高出了足足1品，修为7品天仙，这便是祖武10星的实力吗？太厉害了，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此刻哪怕是大千上界的众人也是忍不住发出惊呼。楚风的修为在小辈之中已经足够逆天，可是这离岸之的修为却仍旧更胜一筹。但是了解楚风的人却也并没有立刻觉得楚风就必败无疑。楚风掌握的手段他们是清楚的，就算对方的修为比楚风高出1品，可是楚风那逆天秘籍却具备着逆战1品的战力。楚风，看在你是楚轩辕儿子的份上，若是现在认输，我可以不伤你，让你全身而退。离岸之对楚风说道。他这话看似客气，可实际上却是充满了侮辱之意。让我认输怕是不行，你若真有本领，便用你的实力来击败我吧。楚风站在原地，嘴角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看到这样的楚风，离岸之的那轻蔑的目光隐隐间有了变化。他意识到楚风定然是还有底牌，否则不可能在他展现实力后还如此的自信。既然如此，那我们便毫无保留，有什么手段都施展出来，痛痛快快的战一场。离岸之说话间，在其额头之上便涌现出了一道天级雷纹。当天级雷纹浮现之后，他的修为也是得到了提升，从7品天仙提升到了8品天仙。而当离岸之的修为提升之后，楚风也是意念一动，神级雷纹浮现于额头之上，他的修为立刻从6品天仙提升到了7品天仙。当楚风那神级雷纹涌现出之后，莫说离世天族的其他小辈，就连离岸之的眉头也是微微皱了一下。身为天罚玄宫的修炼者，他一直傲视群雄，尤其当雷纹涌现之后，面对其他天级血脉拥有者，更是如王者一般，高高在上，藐视众生。可是此时此刻，当楚风那神级雷纹涌现出之后，他却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明明他的修为要比楚风强，可是那种压迫感还是在影响着他，因为这种压迫感无源于实力，而是来自于灵魂深处那血脉之中，这是血脉的压制。天罚玄功的确不如神罚厉害，尽管
自己的血脉已经感受到了压迫感，可是黎岸之那皱起的眉头却依然舒展开来，他依旧表现得镇定自若，自信满满。只是如此，你可无法与我抗衡。黎岸之对楚风说道。那这样呢？楚风说话之间，意念一动，那金芒闪烁的远古战剑便浮现而出。此剑不仅光芒四射，更是具有王者之气，宛如这不是冰中之王，藐视天下万物，并且远古战剑可绝对不是虚张声势。当它出现的同时，那逆战一品的力量也是随之而来。这剑竟具备逆战一品的力量，这是什么？这不是仙法，也不是先进武技，莫非是秘技？这小子竟掌握着如此逆天的秘技。当楚风的远古战剑浮现之后，黎氏天族的小辈顿时神色一动，他们终于知道楚风为何如此有底气了。搞了半天，楚风竟然掌握着逆战一品战力的秘技。虽然楚风的修为在使用了神罚玄功之后，也只能提升到7品真仙，根本无法与8品真仙的黎岸之抗衡。可是有了这把逆战一品的金色大剑之后，却不一样了。凭借这把剑，楚风可与黎岸之一战。原来如此，难怪如此有底气。不过楚风，今日你还是要败在我的手中。黎岸之对楚风说道。诸位还不退散，接下来的战斗可不是你们能承受的了。难道还要我保护你们不成？楚风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眼楚志渊。听得此话，楚志渊的脸色就跟吃了屎一样难看，可是他却连半句屁都不敢放，灰溜溜的便起身回到了楚氏天族之中。现在的他乃是戴罪之身，连他与其爷爷的性命都掌握在楚风的手中，哪里还敢与楚风顶嘴？而在楚志渊退下的同时，李岩等黎氏天族的人也是纷纷离开了决斗台。虽然楚风的话多少有一些贬低之意，可实际上他们也很清楚，接下来楚风与黎岸之开战的话，他们的确无法在这决斗台上存活。来吧，让我领教一下黎氏天族的最强小辈有着怎样的实力。当李岩等人离开后，楚风对黎岸之说道。楚风此话一出，众人的目光也是充满了期待。现如今人们都很清楚，楚风才是楚氏天族的最强小辈，而黎岸之就更不用说了，他自然也是黎氏天族最强的小辈。这两位的交锋，无论谁胜谁负，都将被后人津津乐道。这一战绝对值得期待。忽然之间，黎岸之手腕一转，一把半成仙冰便握在了手中，随后手中的半成仙冰一挥，一道金色的光刃便如同半月一般横扫开来。下一刻，那金色的光刃之中竟然涌现出无数只金色的剑矢，那剑矢密密麻麻的向楚风齐射而去。那是仙法，并且还是3段仙法。这黎岸之还真是出手不凡，连决斗台都没上，直接站在战船之上，便向楚风发动了攻势，并且这一出手便是3段仙法。可是面对黎岸之的忽然出手，楚风却是早有防备。只见楚风动都未动，只是意念一转，那远古战剑便护盾一般立在楚风身前。下一刻，那万千剑矢飞射而来，可是与远古战剑相撞之后，却宛如碎石撞到了钢铁，不仅破碎，更是消散开来。那3段武技在远古战剑面前竟是不堪一击。见此一幕，黎岸之也是目光一动，眼中涌现出惊讶之色。他这3段仙法可是借用了半成仙冰的力量的，而楚风不仅没有用仙法，连半成仙冰都没用，只是凭借那秘技就化解了他如此攻击。这便说明楚风那远古战剑绝对不仅仅是具备逆战一品战力那么简单，他的力量比人们预想的还要更强。若只是如此手段，你怕是无法胜我。楚风对黎岸之说道。然而楚风此话一出，那黎岸之却是忽然笑了，他这样的笑容让许多人感到不解。明明这第一次交手是以黎岸之的不利高中，为何这黎岸之还能笑得出来？楚风，你这秘技的确不凡，可你现在这逆天战力来自于秘技，而并非自己本身。你与我交手只能依靠这秘技，我若没有猜错，这秘技已是你最强的手段吧？但仙法我掌握多种，先前的3段仙法也并非我掌握的仙法中最强的，你当真觉得你只凭借着秘技就能胜过我？黎岸之对楚风问道。而他此话一出，不少小辈也觉得非常在理。的确，就如黎岸之所说，楚风的秘技当着逆天，可是再逆天也是一种手段。楚风眼下也只能凭借着秘技来与黎岸之进行抗衡。楚风一开始就暴露出了底牌，可是黎岸之却没有。这样来看，对楚风来说的确很不利，能否胜过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他意念一动，那竖立在其身前的远古战剑便忽然化作一道金芒，向黎岸之飞掠而去。楚风竟然主动发动了攻势，眼见楚风攻来，黎岸之也不敢大意，手中的半成仙冰向楚风一指，只见一道金光自半成仙冰内飞射而出。下一刻，那金光竟然化作一道长达1000余米的巨锤，与远古战剑轰在了一处，刺耳的轰鸣响彻开来，强大的涟漪更是自半空肆虐。可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是目光一紧，因为那金色的巨锤竟将楚风的远古战剑轰退开来。4段仙法，这是4段仙法！有人惊呼出声。其实不用他人提醒，人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此刻黎岸之所施展的仙法的确是4段仙法。此一刻，天际之上，那比鸣钟之音还要响亮万倍的声音在天空不断炸响，声音跳过刺耳，震动的万物颤动，哪怕这些修武者也是感觉耳朵嗡嗡作响。黎岸之的4段仙法在不断的伺机向楚风攻去。黎岸之很聪明，他知道眼下与他抗衡的并非真的是楚风，而是楚风的秘技。楚风本身是根本无法与他抗衡的，只要他的攻击手段能够攻击到楚风，那楚风则必败无疑。只是奈何楚风也绝对不是寻常角色，他对这远古战剑的催动早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再加上手疾眼快，观察力十足，所以每一次黎岸之的攻击方式都被楚风看破，第一时间催动远古战剑进行了防守。
一把巨剑，一把巨锤，在虚空之上不断碰撞，这才导致那刺耳的轰鸣不断炸响。只是远古战剑虽然能够勉强抵挡离岸之的4段仙法，可是其力量却不如离岸之的4段仙法，每一次碰撞都会被击退。眼下离岸之的4段仙法距离楚风已是越来越近，看来胜负已定。见此情形，离氏天族的小辈嘴角掀起一抹笑意。可是熟悉楚风的大千上界之人却知道，楚风所掌握的逆天秘技绝对不止这远古战剑一个，楚风还有后手。果不其然，就在那4段仙法越逼越近之际，楚风意念一动，一把金灿灿的战斧便浮现而出。这远古战斧并不具备逆天战力，可是当它出现之后，竟然与远古战剑相融在一起。它的出现起到了增强的作用，使得远古战剑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而就在这时，那4段仙法再度袭来，这一次两者相撞，轰鸣依旧。可是远古战剑并没有再被击退，反而是那4段仙法的巨锤在剧烈的颤抖之下向后倒退数千米。那是什么鬼东西？又是一种秘技，居然让两种秘技相融来增强秘技的战力。这个楚风到底掌握着多少秘技？眼见着楚风竟然将一把巨斧和一把巨剑相融，离氏天族的小辈则是眉头紧皱。他们深知正常的秘技是无法相融的，除非这秘技本就是一体，有相融的本质。可这样的秘技本就难寻，又何况是两个如此强大的秘技？此时此刻，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可是在心底深处，离氏天族的小辈对楚风都有了一抹忌惮。先是神罚玄功，后是逆天秘技，楚风凭借6品天仙的修为与离岸之战在一处，这已经证明了楚风的实力不容小觑。此当真是令他们心惊。不过相比于离氏天族的他人，离岸之却是面色不改，他手中的半成仙兵一挥，那巨锤竟然消散开来，随后半成仙兵对着楚风一指，立刻又有一道金光飞掠而出。猛然间，一声怒吼传来，那金色的光华竟化作一只金色的犀牛。这犀牛之大，身躯长高1000米，长达3000米，且其所散发的威势比先前那金色巨锤还要强大数倍。那是5段仙法，5段仙法的犀牛，其与楚风那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撞在一处，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楚风那已经融合的秘技竟然被直接击退到距离楚风的100米之外。见此一幕，众人心惊，尤其是那些希望楚风赢的人，更是紧张兜了极致。这5段仙法的威力实在太强了，尽管远古战剑与远古战斧并未破碎，可是他明显抵挡不住那5段仙法的攻势，只是一击已经将其轰退到楚风身前。若是再来一击，楚风就算不死也要重创。就在这时，又是一声怒吼传来，那5段仙法所化之犀牛巨兽竟再度发动了攻势。眼见着这势不可挡的犀牛来袭，许多人都为楚风深深的捏了一把冷汗，可唯独楚风的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笑容。忽然，楚风手腕一转，一把半成仙兵握在了手中。他此举令人不解，虽然半成仙兵可以增强楚风催动远古战剑的力量，可是事到如今，只凭借一件半成仙兵的力量，怕是无法阻挡那5段仙法。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只见楚风单手捏诀，轻喝一声，那挡在其身前的远古战剑与远古战斧竟然向楚风飞掠而来，并且在飞掠的过程之中，这2个远古秘技竟然开始缩小。原本长达1000余米的庞然大物，在来到楚风周身之后，竟然纷纷化作了1米长。但最令人吃惊的是，但远古战剑与远古战斧化作1米长之后，楚风的身上竟然散发出了金色的光华。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与那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身处同处一般。几乎与此同时，楚风手中的半成仙兵猛然一挥，一道金色的光刃便自半成仙兵之中横扫而出。那金色的光刃极为的耀眼，当其出现的一刹那，老一辈强者还好，小辈强者根本就被那耀眼的光华刺得无法睁开双眼。而这一刻，楚氏天族内如楚宣正法等人却是眼前一亮，他们一眼就看出楚风所释放出的光刃可不是随手一挥而出，那乃是楚氏天族内的镇族仙法之一，4段仙法耀光斩。只是耀光斩虽强，能与离岸之那5段仙法抗衡吗？就在此刻，楚风那4段仙法耀光斩已然与离岸之的5段仙法轰在一处。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那强大的5段仙法在楚风的4段仙法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直接被斩成了2段。而在观楚风的4段仙法虽然威力也是减弱许多，可余威尚存，正在向离岸之挥斩而去。见状，离岸之冷哼一声，手中半成仙兵如另一般挥动，竟有一只金灿灿的雄狮浮现。此雄狮的体积丝毫不亚于先前的金色犀牛，力量也是毫不逊色。这同样是一道5段仙法，雄狮怒吼连连，宛如要吞掉江河日月。可是声势再强，当其与楚风那光刃的余威碰撞之后，却也只是双双消散。楚风一道4段仙法竟然破掉了离岸之的2道5段仙法，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楚风竟然让那逆天秘技的力量与其融合了，这是从未见过的手段，之前从未见楚风施展过呀。众人心惊，因为当那威势通天的战斧与战剑缩小，宛如护身法器一般，围绕着楚风旋转之后，人们却惊愕地发现，2个秘技的力量丝毫未减，并且已经与楚风融为一体。先前远古战剑的力量再强，那也是远古战剑的力量，但是现在远古战剑的逆天战力转嫁到了楚风的身上，这也是为何楚风能够凭借4段仙法便击溃离岸之2道5段仙法的原因。毕竟在楚风没有使用半成仙兵，没有使用仙法的情况下，远古战剑与远古战斧的力量就足以击溃离岸之的4段仙法。而眼下远古战剑与远古战斧的战力已经与楚风融为一体，楚风再使用半成仙兵施展4段仙法，自然而然的也就可以轻易的击溃离岸之的5段仙法。
这强大的力量乃是2个秘技给予楚风的，只是人们很是惊叹，楚风是如何做到让2个秘技的战力与自己融为一体，归自己所用的？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见楚风施展过这样的手段，而唯有楚风自己清楚，之前对他因为修为有限，始终没有彻底掌控远古战剑的力量。但是随着自己的修为踏入天仙境，楚风已经渐渐掌控了远古战剑的力量，且领悟了更深层的手段，宛如5行秘技。楚风不仅能让他们化作5道战力为自己作战，同时5行秘技因与楚风相融，也可保楚风一命，让楚风宛如具备不死之身，遭受实力相近者的攻击，楚风根本不会死。而眼下楚风所领悟的远古战剑与远古战斧的新的力量，便是彻底与自己相融，让自己得到远古战剑的逆天战力，以及远古战斧的强大战力。这种情况下，楚风哪怕不使用武器，不施展仙法，他的强大战力已是足以让对手胆寒。而若是使用武器，施展仙法的话，那么对手自然就更是不敌。这可怎么办啊？此刻换作离世天族的小辈慌张了。楚风凭借4段仙法便可以击溃离岸之的5段仙法，那么同样的，就算离岸之使用6段仙法，楚风也可以凭借5段仙法来击溃。但是楚风若是使用6段仙法来攻击离岸之呢？离岸之该如何抵挡？就算他们2位皆是妖孽级的天才，可是以他们现在的修为，却也都无法修炼7段仙法才是。这种情况下，离世天族的小辈做不到不慌张。慌什么？我大哥能够成为祖武10星，可绝不是浪得虚名。眼见族人慌张，离岸之的弟弟离天佑则是很是不爽的大喝一声。身为离岸之的弟弟，相对于其他族人，他对离岸之的了解的确更多一些。他很清楚，他的大哥绝不是寻常之辈。楚风有逆天手段，他大哥也同样有。看来到了分出胜负的时候了。楚风，你可做好了准备？离岸之对楚风问道。恭候多时，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那离岸之的身上竟然释放出蓝色的气焰，那蓝色的气焰宛如飓风一般旋转，将离岸之包裹在了其中。下一刻，离岸之身形一动，竟如鬼魅一般，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飞掠而来。那是提升速度的仙法，离世天族的6段仙法鬼魅旋风。此刻楚轩正法高喝一声，他这样呼喊其实是在给楚风提醒楚风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可是6段仙法。但是离岸之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几乎在楚轩正法说话之际，他已经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手中的半成仙冰对着楚风便呲了过去。离岸之这一次，所有人都是一惊。虽然离岸之是放出了6段仙法，可是那仙法只是提升速度的仙法，并不能提升战力，所以轮到真正的战力，他是不如楚风的。就算此刻他这一次可以刺到楚风，怕也是难以伤到楚风。但是最令人不解的是，面对离岸之这手持半成仙冰的正面一击，楚风似乎早有准备，他竟然手腕一转，亮出了一把方尺。这把方尺宽3尺，长3尺，为黑色，刻有符文。这可绝对不是的方尺，这乃是一件仙冰。可是众所周知，仙冰的力量虽强，但唯有5仙可以催动。楚风身为天仙，根本无法催动仙冰的力量，他拿出仙冰也是毫无作用才是。在拿出仙冰之后，楚风便将那方尺仙冰横在了胸前，恰好离岸之所赐来的位置，也是楚风的胸前。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哪怕是老一辈强者也想不通这2个人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样。一个用无法催动的仙冰守护，一个就算刺中了，也未必伤得到对方。他们的此次交手简直毫无意义。可是就在离岸之的身上，竟然涌现出金色的纹路，那纹路自其胸口蔓延而出，顷刻间便覆盖全身，光芒闪闪。哪怕其穿着衣衫，却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其身上的金色纹路。糟糕！这一刻，如楚轩正法等处世天族之人，顿时神色大变，尤其是楚轩正法，更是紧张的猛然站起身来。因为当那金色纹路出现的一刻，离岸之竟然获得了逆战一品的力量。此刻的离岸之，在施展了天际雷纹之后，本就是8品天仙的修为，再获得逆战一品的力量，他已是可以9品天仙一战。这样的离岸之，楚风根本挡不住，而一切来得太迟了。当人们意识到一切的时候，都已经晚了。离岸之这一剑已经狠狠地刺在了楚风的仙冰之上，尽管仙冰挡在楚风身前，使得那一刺并没有刺穿楚风的肉身，可是楚风却依然被狼狈地击退开来，落地之际更是翻滚连连，那叫一个狼狈。虽然楚风并未身负重创，可是嘴角却溢出鲜血，身上也有擦伤，再加上在地上翻滚多次后才面前稳住身形。此刻的他的确是狼狈至极。怎么会这样？离岸之他怎么会突然获得逆战一品的力量？有人不解，发出疑问。是远古至宝经文内甲。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星辰圣僧开口说道：“竟是经文内甲。”听得此话，许多人目露惊讶之色。经文内甲，他们是听说过的，那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获得逆战一品战力的至宝。正因如此，这件至宝不仅价值不菲，更是引发无数争斗，后来下落不明，任谁也想不到，这经文内甲竟落在了离岸之的手中。楚风，你先前对我族的离言说什么来着？好像是兵不厌诈吧？现在这句话，我离岸之原封不动的奉还给你。离岸之看着楚风，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讽刺，非常的讽刺。离岸之这句话分明就是在嘲讽楚风。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缓缓起身，擦掉了嘴角的血液，对着离岸之说道：“站在那里别动，看我怎么击败你。”楚风手握仙冰，指着离岸之说道：“怎么，现在你还没看清形势吗？”听得楚风的话后，离岸之嘴角之上的讽刺笑容越来越浓。可是楚风就像是没听到离岸之的话一样，脚步向前一踏，竟然拔空而起，手握方尺仙冰向离岸之飞掠而去。见此一幕，离岸之则是摇了摇头，在他看来，现在的楚风不过是不甘心罢了。
可是不甘心又如何？凭借经文内甲，他的战力已经压制了楚风足足一品。这样的楚风就算攻来，也不过是以卵击石。事实上，在场之人也都是不解，楚风拿着一件仙兵，却根本无法催动于他，这样冲过去又有什么用？可是，在大部分人不解之际，却也有少部分人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除了楚氏天族的族长之外，还有哪位深不可测的星辰圣僧，以及与楚风爷爷有着一定关联的老妇人。他们的目光与旁人不同，旁人皆是担心与不解，可是他们却是满满的期待，期待着楚风接下来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事。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楚风已经来到了离岸之的身前，并且手中的半成仙兵更是从右侧对着离岸之挥砍而去。不，准确来说是拍过去的。楚风手中的方尺仙兵并没有用利刃对准离岸之，而是平拍过去的，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巴掌对离岸之拍了过去。楚风，没用的，我躲都不躲，任由你打，你也无法伤我分毫。离岸之对楚风说道。可是下一刻，当楚风手中的方尺仙兵击中离岸之之后，离岸之竟然如离弦之箭一般飞掠而出，直接飞出数万米，最终竟然飞出了这辽阔的决斗台，狠狠地撞在了主台之上。此刻的离岸之不仅脸色苍白，更是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自口中喷洒而出，就连自己被拍中的右臂都粉碎了，半个身子都是血肉模糊。怎么会这样？这样的一幕让离氏天族众位小辈大吃一惊。离岸之的战力可是比楚风高出一品，楚风怎么可能伤得到离岸之？可是下一刻，当人们在将目光投向楚风之际，却皆是神色大变。此刻，那方尺仙兵还握在楚风手中，可是那方尺仙兵却是光芒闪烁，他的力量不仅为楚风所用，更是让楚风获得了逆战一品的力量。怎么可能？他身为天仙，怎么可能催动仙兵？是手镯，是他手腕之上的手镯。不解之余，有老一辈的人物注意到了楚风手上符文涌动的手镯，那是什么宝物，竟能让楚风催动仙兵？众人皆是惊叹不已。我若没看错，那应该是传说中的至尊护腕。就在此刻，星辰圣僧说道：“至尊护腕！天哪，竟然是至尊护腕！”星辰圣僧此话一出，人们顿时面若呆鸡。相比于经文内甲，那至尊护腕同样大名鼎鼎，只是相比于经文内甲，至尊护腕消失的时间更为久远，如今竟然落入了楚风手中。你这混账，竟然还藏有后手！此刻，离岸之发出一声怒吼，他看向楚风的眼中更是充满了怨恨。他知道是他大意了，否则不会如此狼狈。可是正因如此，他才憎恨楚风。若不是楚风隐藏太深，他不可能如此大意。而面对离岸之充满怨恨，甚至恨不得将自己杀死的目光，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说道：“我若不隐藏一些手段，又怎么叫你？什么叫做真正的兵不厌诈、卑鄙无耻的小人？你给我受死！”猛然间，磅礴的杀意自离岸之的体内爆发开来，紧接着，离岸之竟然飞身而起，向楚风飞掠而来。飞掠的途中，其手中的半成仙兵化作无数光影，自那其中一道道紫色的光刃，更是向楚风横扫而来。然而，在离岸之飞掠而来的同时，楚风竟然也是忽然动身，手持仙兵向那如雨一般的光刃反掠而去。只见楚风手中的仙兵不断挥动，那紫色的光刃便纷纷化解。眨眼间，楚风已与离岸之来到近前，二人手中的兵刃同时挥起，只听当的一声巨响传来，火花四溅，涟漪肆虐。只见离岸之不仅如倒飞回去，手中的半成仙兵更是被震飞开来，离岸之再度狠狠地摔落在地上。同一时间，他的半成仙兵也是落在了远处。这一刻，众人心惊不已，哪怕老一辈强者，那一张张老脸之上也是刻满了复杂之色。对方若是旁人也就罢了，可是对方乃是离岸之，他不仅仅是离氏天族当今最强的小辈，更是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10个小辈之一啊！可就是这样的离岸之，竟然在楚风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没用的，再试多少次也是同样的结果。离岸之，今日是你败了。楚风手持仙兵，脚踏虚空，立于天际之上。如今的楚风绝对不是在场之中的最强者，可是他站在此处，却宛如王者一般，让所有小辈心生忌惮。尤其是大千上界那些曾与楚风为敌者，更是充满懊悔。直到此刻，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与楚风的差别有多大。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面对的当真不是寻常小辈。直到此刻，他们才明白，为什么楚风是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然而，就在所有人觉得胜负已分，大局已定之际，那趴在地上的离岸之却再度站起身来，并且他的嘴角还掀起了一抹冷笑。众人皆是不解，离岸之为何会发出这样的笑声？是因为失败而受不了刺激，还是另有缘由？忽然，他抬起头来，看向楚风。此刻的离岸之目光之中不仅充满杀气，他的整个眼神都变了。他的双眼宛如猛兽，他的目光宛如利剑。他凝视楚风的同时，手腕一转，那落在远处的半成仙兵便隔空被他拔起，再度落在了手中。半成仙兵重握于掌心之后，离岸之这才开口：“楚风，你以为你赢了？我离岸之现在就让你知道，身为祖武10星的我，到底有着怎样的手段。”话罢，离岸之的身体便释放出了磅礴的仙级武力，那仙级武力化作飓风，宛如护盾一般，围绕着离岸之旋转。但最重要的是，那飓风竟然是一道接着一道，宛如无数道刀刃汇集而成。且当那飓风出现之后，离岸之的气息也是变得恐怖起来。那不是仙法，那是仙境武技。仙境武技也不该如此强大吧？莫非那是离氏天族的镇族之宝？仙境武技，仙境风刃盾。没错，这个模样应当就是那仙风刃盾了。当看到离岸之此刻周身的飓风之后，只许多人都是惊叹不已。而当人们确定离岸之所施展的手段乃是仙境风刃盾之后，人们反而更加吃惊了。
那仙境锋刃盾可是离世天族最强的手段之一。想当年，离世天族的现任族长年轻之时，就是凭借着仙境锋刃盾而名扬整个祖武星域的。可是仙境武技也有强弱之别，这仙境锋刃盾的威力毋庸置疑，这是威力要在6段仙法之上，甚至堪比7段仙法的仙境武技。如此武技，其修炼难度自然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甚至有传闻5仙境以下者根本没有人可以练成这仙境锋刃盾。可是眼下这离岸之却施展了出来，人们怎能不惊？直到此刻，人们才忽然明白为何离岸之会说出那句话：祖武十星。也许这就是祖武十星的实力，做到常人做不到之事，乃真妖孽也。而在惊叹于离岸之的强大之际，人们也是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楚风，尤其是那些希望楚风赢的人，眼中不免涌现出了一抹担忧之色。楚风凭借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那逆天的力量，在相同战力的情况下，可以压制离岸之。此刻若是离岸之施展出6段仙法，他也是难以胜过楚风。可是他眼下却是施展出了威力要在6段仙法之上的仙境武技仙境锋刃盾，这楚风该如何应对？厉害啊，太厉害了！离岸之大哥竟然修炼成了仙境锋刃盾，天佑，难怪你如此自信，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而在楚轩正法等人为楚风担心之际，离世天族的小辈可就欣喜若狂，因为连他们也都不知道离岸之已经成功的修炼成了这仙境锋刃盾。而正因为他们乃是离世天族的族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仙境锋刃盾的修炼难度，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仙境锋刃盾的威力，所以在他们看来，楚风已是必败无疑。哼，这楚风就算再厉害，可是也休想胜过我哥。黎天佑轻哼一声，随后将目光投向楚风，他的眼中充满了厌恶，同时也充斥着迫不及待。他已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待楚风惨败于他哥离岸之的手中，并且他也可以确定楚风是必然要败在离岸之的手中的，不因别的，只因他对这仙境锋刃盾有着绝对的信心。这可是离世天族尊者以下最强大的手段之一。然而众人越看楚风，心中越是充满了疑问。眼下离岸之已是施展出如此利奥德的禁忌仙法，可是为何楚风还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离岸之，你这是做什么？弄出一个盾来打我？忽然楚风嘴角一动，竟露出了一抹讽刺的笑容。盾，我让你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盾。猛然间离岸之大喝一声，那自围绕着他旋转的风盾之中，竟有数道锋刃飞掠而出，向楚风横扫而去。那锋刃之强，让老一辈强者都是心头一震。眼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离岸之这仙境锋刃盾最强的应该是防御力，可是此刻他施展出的攻击力却也是威力不俗，至少这锋刃的威力超过了6段仙法。这一刻不少人再度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毕竟眼下来看，楚风就算战力再强，能以4段仙法压制3段仙法，可若只是施展出5段仙法，也挡不下这锋刃。毕竟这锋刃的力量是超过6段仙法的，所以楚风唯有施展出6段仙法才能挡下这锋刃。只是按理来说，6段仙法至少也要9品天仙才可修炼，以楚风目前的修为，显然也是没有修炼6段仙法才是。这种情况下，楚风挡得下这锋刃吗？下一刻，道道轰鸣不断在楚风身前炸响，那锋刃更是在楚风身前破碎开来，化作恐怖的锋利向四下飞掠，摧残周遭的一切。可任凭那锋利再强，却也无法伤到楚风分毫，因为一股无形的力量挡在楚风身前，正是那股无形的力量挡下了离岸之的锋刃。怎么会？众人心中一紧，第一想法便是，莫非楚风真的修炼了6段仙法？若真是这样，那楚风也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些吧。毕竟正常来说，哪怕是再厉害的天才，也必须9品天仙的修为才可修炼6段仙法才是。而楚风的真实修为只是6品天仙，这样的修为修炼5段仙法都是勉勉强强，又怎会掌握了6段仙法？不对，那不是仙法，是武技，乃是仙境武技。忽然楚轩正法高呼一声，仙境武技的确是武技，楚风也掌握了如此厉害的仙境武技。楚轩正法此话一出，顿时惊醒众人，仔细感受，众人便能感受到楚风身前的力量的确是武力涌动，而并不蕴含精神力，这是纯粹的武技，而并非是仙法。只是仙境武技也有强弱之分，而能够挡得下离岸之锋刃的武技，自然便是极为强横的仙境武技。就在这时，离岸之剑眉倒数，那道道锋刃便再度自其周身飞掠而出，向楚风飞斩而去。这一次的力量竟比先前还要提升许多。可是当那些锋刃靠近楚风之后，却如同先前一样，被楚风身前那无形的力量给挡了下来。怎么会？此刻旁人还好，可是离世天族的小辈，尤其是离天佑可就是一脸的呆滞，他们不敢相信楚风竟然连他们离世天族最强的仙境武技之一仙境锋刃盾竟然能被楚风挡下来。就在此刻，楚风则是咧嘴一笑，对离岸知道，怎么了？身为祖武十星的你，只有如此手段，狂妄！楚风此话一出，立刻让离岸之大怒，紧接着他便疯狂地向楚风发动攻势。只是奈何先前的那一波攻势应该已是他可发动的最强攻势，所以尽管接下来的博士一波接着一波，可却依旧无法撼动楚风，所有攻势都尽数被楚风身前那无形的屏障给挡了下来。好厉害！楚风所施展的到底是什么手段啊？竟能挡得下离岸之此等攻势？一番观望之下，有人提出疑问。相比于离岸之那仙境武技的威势，楚风这仙境武技可谓是太过不堪。可就是这样一个不仅威势不足，就连形态都看不到的仙境武技，却硬生生的挡下了离岸之的攻势，这让人们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想，楚风所修炼的仙境武技到底是怎样一种仙境武技？眼下
不仅离世天族的族人在猜想，大千上界的许多人，包括处世天族的人也在猜想，只是奈何无人得知。族长大人，莫非这是我族的仙境空气盾？猛然间，楚轩正法惊呼出声：“仙境空气盾！”而楚轩正法此话一出，倒也是让处世天族的不少人都是心头一震。仙境空气盾原本是处世天族的镇族武技之一，它是如空气一般的守护武技，防御力极强，可是却也如同空气一般存在于无形，甚至若是施展者故意隐藏气息，旁人都感受不到仙境武技的存在。说起来，与楚风此刻所施展的手段还真是非常的相像，只是处世天族的众人一直没有想起这仙境空气盾，也是有所原因的。那是因为仙境空气盾自从处世天族得到之后，便没有人成功修炼过，后来找高人鉴定之后，更是鉴定为处世天族所得到的那仙境空气盾乃是残缺不全的。正因如此，那仙境空气盾也被处世天族除去了镇族之宝的地位。而一个残缺的仙境武技，又怎么会有人修炼成功呢？莫非楚风真的强大到连残缺的仙境武技都可修炼？众人不解之余，都将目光投向了处世天族的族长，因为若是楚风修炼的真的是仙境空气盾，那么也一定是这位族长大人传授的，所以答案将由这位处世天族的族长大人揭晓。在处世天族众人的注视之下，这位族长大人则是面带笑意，轻轻的点了点头后，只说了2个字，正是